溜背跑进6分内，小米速七 Ultra 原型车溜背第3的位置保不住了。在去年吉利旗下的路特斯发布会上，路特斯 CEO 宣布旗下的阿瓦亚 X 将挑战溜背全新圈速6分钟。你没有看错，是6分钟以内，也就是除了保时捷的919 EVO 外，第2辆5分钟开头的车即将来到。阿瓦亚 X 真的有这么大潜力吗？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溜背之家。路特斯早年是一支 F1 车队，而后转型生产小排量的运动型跑车，在业内一直有一定的知名度。2017年，吉利收购路特斯股权后，就开始转型生产电气化汽车。当时吉利提供了15亿英镑的资金，加上全球化供应链的支撑，2019年就打造出了第一款面向市场的电车阿瓦亚。一台拥有超过2000匹马力的电动超跑，而阿瓦亚 X 和阿瓦亚同宗同源，在原来量产车的基础上做出了赛道化的改装。我们从外形也看得出来，这套空力设计是比量产车激进太多了。在聊空气前，我们还是说说3电系统。阿瓦亚 X 的3电和量产车是一模一样的，搭载4.0D4驱系统，综合能输出1500千瓦的动力，扭矩1704牛米，0-100加速小于3秒，极速可达350千米每小时。电池比量产版的93千瓦时小一些，只有70千瓦时，毕竟刷赛道飞行圈嘛，电量够用就行。少的电池还能减轻车重。底盘方面和量产版一样，采用碳纤维打造的单体壳，悬架布局也和量产车一样，前后都用的是推杆悬架。推杆悬架的优势，我们之前的视频很多次都提到过，有4大优势：一是减轻簧下质量，2是优化底盘的这个空力，3是降低重心，4是比较好调节这个悬挂的软硬。不过阿瓦亚 X 是重新设计了悬挂组件的，并优化了减震和几何结构，也就是比量产车那套可以走街的悬挂更加运动。制动系统也换上了更强的碳陶瓷刹车盘，增强制动力。轮胎则用的是倍耐力的专用赛车光头胎，这些改进都能提升弯道的稳定性和赛道抓地力的。在内饰方面，则是以减重为主，不需要的东西基本都拆掉了，比如充电系统，量产版有快充和慢充，而赛道版则只保留了800伏的快充组件。轻量化方面，比量产版的1894公斤减重到1535公斤。看到2吨内的电车，我想大家应该很吃惊的。主要就是阿瓦亚的全碳纤维车身来实现的，比如碳纤维单体壳的整个底盘骨架仅重129公斤。重推系我们来说说空气动力学，量产版阿瓦亚的空力其实已经很优秀了，能在极速状态下提供最大1500公斤的下压力，而阿瓦亚 X 则更进一步，车身尾部依然有扩散器，引导气流流经后扩散器并进入阿瓦亚 X 的尾流，从而产生上洗气流，为车辆带来下压力。巨大的尾翼提供高下压力的同时，还有 DRS 来减阻。前扰流板也加长了不少，前轮拱采用通风式的，用于排出湍流，侧裙也改进了不少。所有这些改进使阿瓦亚 X 能够在极速状态下产生高达4500公斤的下压力，确实比量产版的高不少。而路特斯空气动力学总工程师理查德·希尔说过，阿瓦亚的空力设计核心思路就是保持车头气流低而平，引导气流穿过车身，最终在车尾高处排出。无论是阿瓦亚还是阿瓦亚 X， 可以说车身外形就是为空力来服务的。阿瓦亚 X 刷溜背圈速的时间在23年的10月份，圈速时间是6分24秒047。当时小米速七 Ultra 原型车的圈速还没出，所以当时就是溜背圈速榜总榜第3，仅次于大众 IDR。刷圈车的是勒马24小时耐力赛的主别冠军德克穆勒。我们回看这一圈，阿瓦亚在瑞典10日最低弯速240千米每小时，大转弯能爬到近300公里每小时，而在最后的大直道尾速有343千米每小时，数值上是相当高的。那阿瓦亚 X 溜背圈速提升到路特斯发布会上的6分内要怎么做到？10月份刷圈这次天气虽然不错，但赛道还是潮湿的状态，一些阴凉的路段还是很湿的，加上用的是光头胎，所以在大转弯前段是松了好几脚电门才安全过弯的。所以找一个好天气肯定能发挥出更好的实力。虽然阿瓦亚 X 重量仅重1535公斤，但要打破6分整的圈速还是不够轻。比如大众 IDR 车重仅1吨出头，核心就是它带的电量仅仅够跑一圈，只有45千瓦时，所以阿瓦亚 X 可以把带的70千瓦时的电池再减少一些，电量够刚好跑一圈就行。第3就是减速，量产版用公路胎的极速是350千米每小时，而赛道版在更轻的同时还有光头胎，在溜背大直道极速却很难超过350千米每小时，原因就是下压力提高的同时阻力也更大，所以阿瓦亚 X 必须在直道上减阻，把极速提高到360千米每小时才行。最后一个提升的方法可能最简单，就是换个抓地力更好的全热熔轮胎。当然我想了想，即便把这4点都改进了，真的能直接把圈速提升25秒吗？我觉得最多10到15秒的提升空间，能跑到6分10秒内就很极限了。你觉得呢？